如果你在1月3日醒来，看到首都夜空被爆炸照亮，直升机贴着楼顶飞行，而白宫宣布一个在任国家元首已经被控制，这时候你最难回答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这到底算不算一场战争？当时的画面极具冲击力，加拉加斯上空的爆炸低空飞行的直升机，社交媒体上不断刷新的模糊影像，再加上白宫几乎同步给出的确认声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但很快就变成了迟疑，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很难被归类。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没有宣战，没有全面打击，但它也不像一次普通执法行动，事情已经发生，而且发生得非常快。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大多数人甚至还没弄清楚这一步究竟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根据美方公开信息，这次行动被命名为绝对决心行动，它没有被定义为战争，也没有被包装成政权更迭，而是被明确描述为一次针对在任国家元首的跨国抓捕行动。被带走的是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及他的妻子塞利亚·弗洛雷斯。乍一看，这像是一次突然拍板的冒险突袭，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回看此前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很快就站不住脚。在行动发生前，美国已经在加勒比方向持续加压，一开始是对疑似毒品走私船只的高频拦截，随后是油轮扣押和海上执法范围的扩大，再往后军事存在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不再刻意低调。这些动作单独看并不足以指向一次抓捕行动，但当它们叠加在一起时，实际上已经在收紧时间窗口。到了12月底，这套行动真正需要的结构件已经全部摆上桌面。在海上，是由杰拉尔德福特号航母率领的航母大机群，在两栖方向则是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所在的戒备群，以及随行的第22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在空中与后方支援层面，波多黎各反复出现在多份报道与影像中，被描述为重要的集结与中转节点。按当时媒体披露的数据，美军在该区域集结的兵力规模大约在 1.5 万人左右，这已经不是临时部署随时可撤的姿态，而更像是一套已经展开正在运行的区域性作战体系。在这种状态下，真正悬而未决的其实只剩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用，而不是要不要用。行动发生在1月2日深夜，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的说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当晚23点前给出了最终批准。从政治决策到军事执行，中间几乎没有再确认窗口，这更像是一个早已准备就绪，只等待触发条件的方案。随后启动的并不是一条直升机航线，而是一整套高度复杂的空中作战网络，大约150架飞机，从20个基地和舰艇同时起飞，涵盖隐形战斗机、舰载多用途战机、战略轰炸机、电子战平台、空中预警机以及多型无人机。这种规模并不是为了展示力量，而是为了尽可能提前覆盖所有不确定性。规模本身就是控制风险的一部分。这也是整次行动最关键却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真正决定成败的从来不是谁进了城，而是在突击发生之前，加拉加斯上空已经发生了什么。这次行动本质上是一套完整的压制敌方防空体系运作的事例。隐形战机负责制空与压制，电子战平台切断雷达与通信，空中预警系统维持整体协同，远程轰炸机则作为随时可介入的火力后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防空火力仍然存在，也很难在正确的时间对着正确的方向做出反应。地面突击力量由三角洲特种部队主导，并配属了美国缉毒局人员。这是因为在法律定义上，这次行动被包装为一次跨国逮捕。负责插入的直升机来自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
全程超低空掠海进入委内瑞拉，在空中掩护条件完成后，直接突入城市核心区域。与此同时，美方确认美国网络司令部与美国太空司令部提供了支援。加拉加斯在行动前后出现了明显但并非全面的断电，这并不是为了制造混乱，而是为了压缩反应时间。当指挥链条被拉长，行动本身就已经占据主动。行动过程中，美军直升机遭遇地面火力，1架直升机受损，但仍保持飞行能力。官方口径是无人员阵亡，少量伤员来自弹片和子弹。整个行动在凌晨3点29分结束，突击编组撤回海上，目标人物被带往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至于马杜罗当时身在何处，公开说法并不统一，有说法指向防护严密的设施，有影像分析指向福尔蒂乌纳军事指挥区，也有观点认为更靠近市中心。但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一个核心事实，这是一场快进快出的行动，而且在战术层面是成功的。马杜罗及其妻子随后被带往纽约，面对联邦法院的多项指控，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暂时接管委内瑞拉事务，并不排除后续行动。但与此同时，国务卿马可鲁比奥被引述称不预期进一步军事升级。五角大楼也表示，当时并无美军地面部队驻扎委内瑞拉。在国内权力结构层面，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被视为临时接管人选，反对派人物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与埃德蒙多冈萨雷斯的角色则仍未被明确安置。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会不会再打一仗，而在于如果安全体系开始分裂，如果部分部队继续效忠，部分选择倒戈，局势就可能迅速滑向内耗。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次行动展示了美国将战争能力压缩到极限形态的能力，但从结构角度看，抓捕本身恰恰是最容易的一步。接下来需要填补的不是权力位置，而是秩序本身。截至目前，所有判断都只能停在这里，这不是结论，只是状态。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